昨天在阿尔伯顿休息了一个晚上之后，今天早晨就开车来到了另一个省立公园。这个省立公园是24小时的，晚上过夜呢就必须给到它的 camping ground， 那边就是一个 camping ground。这个公园在海滩呢，它有一个救生员在这儿，负责人们的游泳过程中的安全。这个就是海滩。不过前面没有遮挡，视野非常的开阔。这里的海景没有特殊的，就是非常一般。因为很多的海景都有一些溶洞来配合着，看着就比较好看一些。这里距离 PEI 的最西端呢还有个30多公里，一会儿就要离开这个省立公园去 PEI 的最西端。这个雕塑是为了纪念欧洲的探险家们在将近500年前到达了 PEI， 然后从此陆续的就有欧洲的移民过来，从这以后就陆续有欧洲的移民过来，在 PEI 定居落户。这有个卫生间，提供洗澡，这是一个免费的。这就是一个淋浴，空间非常狭小，非常拥挤。不过这是免费的。它这个淋浴是在卫生间里面，就有一个位置，不过水呢还是非常的热。这和一个小孩玩的一个场地。洗完澡了之后，就准备去 PEI 的最西端，它的有一个灯塔，今天就在那儿过夜了。这个省立公园的手机信号只有1个格，非常的弱。我现在来到了 Tignish 这个小镇，这个小镇有个700多人。这个小镇的历史呢非常的新，但是有移民的居住是时间非常的长。这个就是它这个小镇非常老的一个建筑了， Tignish 的邮局。这里距离 PEI 西部的最西端只有10几公里的路程，因此这里是PEI 最西端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服务中心。这里有超市，有餐厅，还有酒吧。这是我进入 PEI 西部以来见到最宏伟的一座教堂。这座教堂是建于19世纪30年代，在18世纪末，爱尔兰人开始移民到这里，由于人口逐渐的增加，就在这里建了一座教堂。到了20世纪，由于经济的发展，人口的增加，这里才成为一个小镇。在今天，这个教堂依然在使用中。移民到 PEI 的西部，到达 Tignish 的人呢，可以追溯到18世纪，主要是爱尔兰人。由于人口不是说特别的多，这里建村呢也比较晚，成立镇呢就更晚。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镇，唯一能够体现它的建筑的呢，就是一个教堂，还有这个邮局。这里距离
PEI 爱德华王子岛最西端，也就是15公里左右。虽然这个小镇人口不多，只有700多人，但是呢有2个加油站，一个是 Shell， 一个是 Erin。这是一个餐厅，这还弄了一个火车头，这是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一个火车的车厢。这有一个餐厅，快餐的，这有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超市，既卖蔬菜水果，也卖建筑材料。其实这Cagnish 这个小镇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除了那个教堂以外。但是这个小镇是去爱德华王子岛最西端的一个必经之路，因此呢，也就在这儿停留一下。在这里有一个小的图书馆，可以将自己看过的书放到这里，然后换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看，进行一交换，把读书的资源呢最大化。这个地方位于一个乡村，这里就是爱德华王子岛最西端的灯塔。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次见。